紧缩周期才刚刚开始吗？到底如何投资周期性行业？这就是今天的话题。这是三一重工的股价，它从最高的接近50块，已经跌到了现在不到17块。它所属的行业为工程机械行业，这就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。所谓周期性行业，指的是和国内以及国际的经济波动相关性较强的行业，比如我们熟悉的钢铁、煤炭、工程机械、房地产等。而最近以三一重工为代表的工程机械板块的大幅下跌，也印证了整个行业早在1年之前就已经进入了弱周期，而目前还在挣扎。这让这段时间持有这类股票的投资者损失惨重。不过周期性行业并不总是悲剧，投资周期性行业有自己的优缺点。由于周期性行业对宏观经济更为敏感，股价波动也更大，所以如果对行业周期、对宏观经济周期把握准确的话，押对行业起飞的时机，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。比如三一重工在2016年从不到5块钱涨到了2021年2月的最高接近50块。但是同样，如果投资者判断错了行业周期、经济周期，那么相应的投资会损失惨重。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，到底如何分析周期性行业？分析周期性行业有一些通用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就是利率。如果央行大幅降息，那么往往意味着这是新一轮景气周期开始的信号。背后的逻辑也很简单，大幅降息意味着刺激经济，而周期性行业往往对宏观经济敏感。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公司的具体表现往往和政策之间有一定的延迟，这其实不难理解。假如央行公布大幅降息的措施，以开启新一轮的降息周期，但是公司的业绩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降息的作用和效果。当然，如果央行开启加息周期，其负面效果也需要一段时间传导。除了利率以外，我们一般对股票估值的时候，往往喜欢使用市盈率，市盈率低代表公司估值便宜，市盈率高代表公司估值昂贵。但是对周期性企业的分析中，买低市盈率的公司往往会让我们掉进陷阱中。我们还拿三一重工举例子，在2016年，三一重工的市盈率都是3位数，接近200倍。这乍一看公司估值很贵，这会让很多投资人判断公司目前不值得投资，从而完美错过之后的股价大幅上涨。而到了2021年，公司的市盈率回到了20倍甚至以下，这让投资人误认为公司估值便宜，从而做出投资决策，却没想到正好买到了顶点，损失惨重。因此，周期性行业使用市盈率会让我们产生误判，这主要是因为周期性行业的盈利呈现周期性变化，而且波动往往很大。在市盈率高的时期，公司往往处于周期的底部，盈利长时期低迷，所以导致市盈率很高。而在市盈率低的时期，公司往往又处于周期的顶部，盈利高起，所以导致市盈率很低。那么到底可以用什么指标来对周期性企业进行估值呢？市净率是比较好的选择，它是每股的股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。在公司的净资产变动不大的情况下，市净率越高，代表公司的股价越高，估值越贵。相反，如果市净率越低，代表公司股价越低，估值越便宜。比如还是拿三一重工举例，在2016年，公司的市净率往往在2以内。随着公司进入景气周期，公司的股价不断攀升，到了2021年，市净率最高来到了7。大家注意，这也正是股价的最高点。还有，周期性企业不适合长期投资，这个也不难理解。相对于成长股来说，周期性行业对行业周期、经济周期都很敏感，盈利波动很大。如果投资的企业在行业盈利下降周期中，股价没有最低，只有更低。如果长期持有此类公司，投资人大概率会坐上过山车，而且某些行业的下降周期持续时间很长，5年、10年都有可能。比如三一重工所在的行业属于工程机械类，而他的客户不会每年都买设备，设备的更换是有周期的，每台设备的使用年限是8到10年。因此，公司除了会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外，也会随着行业的景气周期波动。这里还应该注意的是，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周期性行业放到一起分析，而应该分析每一个独立的行业。就在熟悉特定行业的前提下，才可以挑选个股。周期行业投资门槛很高，需要投资人了解行业的发展前景、行业的景气周期，当然还有宏观经济。因为不同行业的景气周期是不同的，而且行业的发展格局和趋势也极其重要。要知道，就连股神巴菲特也犯过错。比如股神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，它最早其实是巴菲特犯下的一个错误。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将大规模转移到亚洲国家的70到80年代，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纺织业在美国显然不是好的投资对象。
在这个时期压住投资这些公司，那么这种趋势性的产业大转移会将公司彻底淘汰，并让投资人血本无归。目前全球已经迎来了加息潮，加息已经是全球的经济现象。这是全球55个国家央行货币政策的统计图，红色代表降息，蓝色代表加息。从中不难看出，各国的加息幅度和力度已经来到了20年来的新高，而且由于全球的高通胀还在持续，所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显然还看不到头。除了美国和欧元区，新兴市场以及南美洲的多数国家央行都在加息，我们需要密切留意央行的货币政策。尽管像三一重工这类周期股的股价已经大幅下跌，看起来好像比较有吸引力，但是作为谨慎的投资者，还应该花更多的精力跟踪研究行业。假如由于持续的高通胀、全球货币紧缩、国内外客户延长换机时间，或者没有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，那么企业的拐点或许不会马上出现。所以要投资这类企业，一要紧盯货币政策，第二要追踪行业的趋势，还可以看看企业的高管们都有哪些操作，是不是在大手笔的购买，因为他们往往知道行业内的第一手信息。好的，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。不想错过我这个老韭菜干货的朋友们，请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